然后魏无羡笑了，语气轻松道：我方才还同蓝湛说呢，古来修士如过江之鲫，不知几何，而修仙之峰高不见顶，一世之雄在如何呼风唤雨，到最后不过一抔黄土，而今安在？若执拗于争斗，则不知山水之美，日月之光，殊不知日出日落，不因凡间谁家得势而改。世人纷争，不过自寻烦恼，而我愿为清风明月，遍览九州芳华，一切皆随心而已。但金宗主莫要担心，阿灵之安危，我必不推辞，此生不负。此语洒脱至极。蓝忘机站在他身后，目光灼灼地瞧着心上人的背影。本是最为维护大道永存的蓝氏嫡子，而今却已忘却凡尘俗事，只想同魏无羡一起寄情山水。金光瑶微愣，随后释然，他已斗了一辈子，如今回顾，豁然开朗。他只说：那我便有一个要求，别叫阿灵知道我。姑苏城外的刺杀，做了内应的蓝氏弟子死后，被蓝忘机问了灵，方知此人并无害人之心，不过是收了些好处。被告知莫玄羽就在蓝氏管辖下的汪家村，要将其带回姑苏而已。莫玄羽身份特殊，将其带回蓝氏本就在情理之中，又有金钱可图，该弟子自然不做他想，实际上也没做错什么，便稀里糊涂被人灭了口。刺杀之事又陷入僵局，魏无羡终于看不下去，召来帝京询问，复现当日之景。金光瑶看过之后说那并非金家修士，而后便又断了线索，再无头绪。不久，金光瑶集结部队于不夜天一事被证实，大战战场终于确定。彼时望羡二人正在云深不知处看着精灵练剑，对视一眼，终于确定了夺舍的是谁。世家修士幼时皆熏香，死后不会化鬼，温若寒亦不例外。既然能够夺舍，又并非厉鬼，那只能是死灵。可修士死后不往生，却化灵，还要夺舍，总要有高超的修为才是。魏无羡对蓝忘机说：说明他应该……蓝忘机接话道：是元婴修为。魏无羡点头。昔日我遇百鬼，其中不乏生前修仙者，也曾想过夺人肉身，可无意成功。细问之下，竟是因为夺舍之魂须比被夺之身修为高一个层次，方能鸠占鹊巢。金光瑶适时飘过来，蹙眉道：意思就是要夺舍凡人，需筑基；要夺舍筑基，需结丹。魏无羡道：不错，金宗主，你虽然修为不怎么高明，但好歹也是结丹修士，要夺你的舍，只有元婴之上。可仙门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元婴修士，最强之人便是温若寒。如今他夺了你的舍，他的境界便是板上钉钉了。蓝曦臣从不远处走过来，显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此时也无暇去问这莫玄羽到底是谁，只是红着眼睛瞧着已成剑灵的金兰兄弟。沉默须臾，蓝曦臣叹气道：若他真是元婴，恐怕集联盟之力也无法战胜。可温若寒为何要挑起战争？就以阿瑶的身份继续做仙都不好吗？金光瑶低着头不敢去看蓝曦臣，闻言自嘲道：正如诸位所言，在下资质平庸，入门又晚，此生修为难有突破。温若寒从来都是天之骄子，怎甘愿困于此身？恐怕夺我的舍，不过是想借仙都之权大开杀戒而已。诸位有所不知，温若寒活着的时候便在不夜天广设阵法，具体如何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此阵以人命为祭，用于某种渡劫。魏无羡惊道：渡劫？是我想的那个渡劫吗？他已是元婴，古往今来天下第一，竟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蓝忘机神情严肃，正色道：万万不能让他得逞。我等即使拼了性命，也不可让仙门百家成了他渡劫的养料。蓝曦臣点头，魏无羡却说：那何必应战？若联军不去，他不就没了祭品？金光瑶苦笑道：金某不才，修为虽差，拉拢人心倒是不错。如今金氏人才济济，加上附庸的家族，5-6万人总归是有的。联军若是不去，温若寒也会有祭品。如此，此战便不得不打了。蓝忘机随联军出发，留魏无羡与精灵在姑苏，可不知是谁竟能在龙胆小筑设置如此规模的传送阵，一下送两人去了不夜天。使用传送阵十分危险，
尤其落地之时，若非准备万全，极容易被偷袭。金光瑶在传送光芒中万分紧张，唯恐敌人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伤了精灵。落地时也确实有一道骇人剑气袭来，针对的却是魏无羡。魏无羡如今用着莫玄羽的身子，手上还无法器，拼剑气属实不行。眼看莫玄羽的肉身已到了目的地，可魏无羡的神识看样子还不知道在哪里飞，而剑气已近在咫尺。情急之下，金光瑶祭出了他子府中的那个香炉，将魏无羡的神识收了进去，再将莫玄羽的肉身塞进了精灵的乾坤袋中，总算躲过了那致命的剑气。精灵被传送阵搞得晕晕乎乎的，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袋子里竟装着一个那么大的莫玄羽，还傻乎乎的到处去找。直到魏无羡终于从香炉中走了出来，金光瑶才松了口气，心中腹诽，也不知道这人到底在香炉里干了什么，竟能待了足足半个月。眼看着精灵要跟着魏无羡去取阴虎符，金光瑶深知薛洋性格，而蓝忘机已将薛洋逼至绝境，生怕他来个鱼死网破，一时吓得半死，撒泼打滚把精灵引到了别处。也就是在这时，薛洋以身为计，用阴虎符召来了夷陵老祖。可夷陵老祖确实早就死了，百鬼撕咬，碎成了齑粉。那飘在半空中的夷陵老祖是谁？金光瑶心中疑惑，神识飘在天上四处寻找，在一个战壕中扫到了莫玄羽的身体，四肢僵硬，呼吸断绝，确实是个死人。那此时和蓝忘机打斗的必定就是魏无羡本人，这怎么可能呢？可事实就是如此粗暴地进展下去。魏无羡深谙阵法符传，与蓝忘机互相喂招，剑气斗气怨气灵气纠缠在一起，到处搞爆破，把战场炸了个七零八落。温若寒布置许久的阵法逐渐被破坏殆尽，总算炸出了隐匿在暗处的温若寒。那温若寒虽是元婴的元神，但金光瑶却是金丹的身子，较之从前修为大减。可此处毕竟是不夜天，层层阵法一环套一环，望羡二人只来得及拆掉他用于渡劫的阵法，可内里尚有更多。温若寒有地主之变，如虎添翼，不得小觑。然而此间种种真相，外人并不知晓。如今无论是仙门联军还是金家修士，两边都沉默着，看着飘于半空中的寒光君与夷陵老祖，以及站在大坑中的金光瑶。蓝曦臣方才当着天下人的面说这是夺了舍的温若寒，却见那温若寒半眯着眼睛仔细瞧着魏无羡，半晌笑道：到底是天道垂怜，我不得不服。魏公子鬼门关走一遭，算是渡了个劫，如今换了个肉身，连金丹都没有，便直接成婴了，真是可喜可贺。此话一出，举世皆惊。元婴修为旷古烁今，就连温若寒都只是疑似元婴，而今他言之凿凿，这古今第一人竟是那杀戮滔天的夷陵老祖。蓝忘机心道不好，对魏无羡传音：温若寒如此表现，恐有后招。可魏无羡像是完全状况外，真气在奇经八脉中走一遭，然后大惊失色，传音给蓝忘机：我操，他说对了，我子府里真的有一个小孩，我操！你才发现？魏无羡老实回答：我没有探查子府的习惯啊。蓝忘机闻言一惊，扭过头盯着魏无羡，久久不言。而就在这时，阳岩殿后方，金家上万修士驻军之处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时间地动山摇，厮杀声从后方传来，震耳欲聋。原本老神在在的温若寒变了脸色，掏出一个飞行法器跃到半空。只见整个不夜天一片火海，行军打仗重在后勤，那里有着金家无数的厨娘伙夫和粮草淡水，如今恐怕食之去久了。此乃意料之外，温若寒怒喝：是谁？回应他的是一子一修士，踏剑而来，大笑道：我师兄年少时研究出来的爆破符，一张能炸半座山，这几个月我誊抄了几万份，你可还喜欢吗？温宗主。岐山绵延数百里，古往今来多少英灵埋骨于此地，那沉淀了100余年的温氏遗产，终究还是在此时此刻随着声声爆破化作灰烬了。温若寒自是没想到自己在前线筹划许久，渡劫之阵被突然冒出来的望羡二人破坏得七七八八，而一时无暇顾及的后方又被眼前这死而复活之人趁机炸了个炮火连天。
一时间，这位叱咤风云的温宗主只觉得耳边轰鸣。这辈子活了许久，从未有过这般狼狈之时，被肉身压制的修为迸发开来，奇经八脉炸得升腾，子服滚烫，属于金光瑶那柔弱的外貌崩裂殆尽，其身量倏地暴涨许多。这战场瞬间烟沙漫天。